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打开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一心都扑在工作上，完全不在乎我。我和他沟通，他却只知道一味地指责我，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情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。我工作是为了我们的家庭过得更好，这有什么错呢？他的脾气太暴躁了，还爱无理取闹。这么多年我总是在忍让他，现在我不想再妥协了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周先生48岁，来自黑龙江，网约车司机；女嘉宾白女士47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教育机构教务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，欢迎两位啊！你好，主持人。你好，各位导师。结婚26年，啊，对，是的。闺女儿24岁。哦，是的。啊，期间曾经离过一次婚。是的。然后离婚不离家，又在几年前复了婚。是的。是吧？这都算大风大浪都见过了，今天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？他嘛，总是特别的倔强的一个人，然后由于工作关系吧，可能就是非常多的不守时。我们家女儿，初中毕业那一年，然后小孩想去长白山，但那个时候我们在黑龙江齐齐哈尔，去长白山嘛，交通不是很便利，然后说我们自驾游，然后后期他临时说有事儿不去了，那你不去也行，我就跟孩子把车票，然后酒店什么又订好了然后结果他又说他又有时间了，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也吵了一下，吵得很凶很厉害，因为会损失很多钱嘛。有多凶有多厉害？包括我把家里的电脑的显示器啊，包括很多家具啊，然后都让我损坏，就摔了呗，砸了呗。对，这个事儿吧，我其实也有一肚子委屈。我觉得啊，就是说一个男人首先要以事业为重，把事业做好了，把钱赚回来，这样就说家庭呢才能过得更好一些。是我们在之前呢已经约定好这个时间了，但是临时呢，因为我是做工程的那个时候，临时工地上有点急事儿，我就以工作为主了。但是呢，让我比较生气的事儿在哪儿呢？因为这个点小事儿，把家里的电脑、家具，哎呀，各种能摔的，反正那个东西吧，都摔了。那你说这些东西，不还得用钱去买吗？对不对？最后我不也还去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意义还是没有影响吗？在去的过程当中，你那电话24小时恨不得都不离着耳朵，是不是？就一直在接电话，包括我们从长白山下去，从天池下来之后，那个电话就没有离过，玩得很不开心的。因为我们本身去的时候，就是我这边是临时去的，那你肯定过程当中少不了一些这个处理工作呀。那就是我们离婚嘛？为什么离婚就是那个时候他后来自己创业，创业的时候就是陪伴公司的时间比较多，陪伴同事时间比较多，然后陪伴我和孩子的时间比较少一些嘛。然后尤其是公司肯定有女同事嘛，那我心胸也没有那么大度，那我肯定会心里不舒服，我这个事情是接受不了的，所以说我就毅然决然的就选择离婚了。是这样。在工作这个环境下，就是说我们面对的领导、同事，包括下属，是同性还是异性，我们是没有选择性的。我认为是这样的。那酒吧和家庭之间你有选择吗？你宁愿去酒吧里边去坐那喝25块钱的冰红茶，您跟我说你也不愿意回家，这是回去跟我炫耀的。因为当时啊，工作压力比较大嘛，然后的话有很多的不良情绪，所以说我就是说在回家之前啊。
我就选择排空自己。我是想，不想把这种工作的压力、情绪，带到家里去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呢，可能这么些年呢也一直说不出口，就说，我不想回家再面对一个喋喋不休的一个人。你如果对家庭付出多一点的话，如果对我和孩子关心多一点的话，那我至于每天回来喋喋不休吗？我至于每天回来跟你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吗？我不知道别的女人啊，是她的属性是什么，但是我老婆的属性，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讲，她的属性是白磷。为什么叫白磷呢？她发脾气的时候不分地点、不分空间、不分任何的环境因素，她可以自燃，这样可以自爆。我问一下吧，我直接问了啊。您说到的离婚的核心原因，是因为他在工作当中跟同事交往过密，所以离的婚，是这个原因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仅仅就是你认为的交往过密，还是有问题？我没有发现实质性的问题嘛，他也没有实质性的问题，我就感觉。好，所以是没有实质性的问题，怀疑先生对婚姻不忠，对，所以离的婚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离婚是您提的，对吧？对。谁没离家？当时的时候是他嘛，他那就是说他不愿意离婚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后来怎么离成的？法院强制。为什么法院强制会判？谁那么决绝的要离婚？我。你决绝的要离婚，原因是？就是因为他为家付出的少，陪伴我和孩子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跟所谓女同事的交往过密，只是一个导火索，并不是离婚的根源。对，离婚的根源是在婚姻生活当中，您觉得太累了，维持不下去了，是吧？对。所以法院判了，判离之后，我们知道是一直离婚不离家的，您没走是吧？是的。也就是说，您还想要这段婚姻关系，是还是不是？确定。后来离婚的时间有多长？提出了复婚？8、9年的时间吧。又在一起生活了8、9年。对。谁提出的复婚？这个复婚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因为我们需要办一些证件，需要我们的结婚证和全家福的一张照片，然后我们就把婚又复了。那我就想知道，那8、9年他对家庭的付出怎么样？还是那样。还是那样，为什么不把他轰走？那个时候冷静下来之后嘛，又感觉孩子还小嘛，然后毕竟就是让孩子看到还有一个完整的家，然后对他心里的那种创伤也会少一点。当时我是这样想的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决绝的说非要把他赶出去。好，听懂了。后来我知道先生经历过一次大的生命危机，是吧？是的，突发性心梗。谁给您送的医院？我爱人。谁照顾的您？我爱人。可以这样讲啊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现在不可能站在这里。好，经过这场大病之后，你觉得这男人有改变吗？有。什么样的改变？就是生活上的细节很多都发生了改变，就对我的那种关心也跟以前就是多一些了。哦，所以这场病反而生好了是吧？对。把感情给生近了是吧？对。那不就行了吗？那还纠结过去那些破事儿干嘛呀？但是他抽烟呀，他之前的时候就大量的抽烟，然后不让他抽，他就像猫捉老鼠一样跟我这样做游戏。然后出院之后的时候，医生一再告诉他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。但是我在某一天的时候，在他包里边又发现了香烟。是，这个是事实。因为当时出院的时候啊，医生也一再强调说，烟是必须要戒的。但是我抽了这么长时间烟了，想一下戒掉啊，不太可能。我就想，咱们适量的减。我以前比如说1盒2盒，现在我抽3根5根，我一点一点的，看可不可能把这个烟戒掉？是这样，是这样一种心理。那重症3天你没抽不也过来了？然后普通病房又住，你没抽也过来，那为什么回家你就不能继续坚持保持着不吸烟的这个习惯呢？听到爱了，听到爱了，这番听到了浓浓的爱啊！除了抽烟还有别的毛病吗？还有一次就是他也是做工程嘛，应酬比较多，然后跟朋友喝酒，一夜没回，他也经常出差嘛，我也没太在意他没回家。结果第2天给我打电话跟我讲，
你给我买什么保险了？然后我在医院里边我做检查，我颅骨骨折。我说什么情况呀？我说你是打架了还是摔的？当时他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，他不知道他这种情况是摔的，然后还是跟别人打架造成的。然后当时的时候嘛，我就每天给他从家里边送饭到医院里边，然后让我生气的是，我去给他送饭去了，有一天，然后他就不在病房。后来我打电话一问，是跟老板还有朋友开车10几公里的饭店去吃饭。就颅骨骨折期间。对，那个时候引流管刚撤下来。因为我们领导过来了嘛，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我们要一起去应酬一下。不是，你们领导是个什么领导啊？员工都这样了，那这个老板一定是不能跟着干喽啊！后来呢？但是主持人您知道吗？后来结果是什么吗？我吃完饭回来之后，我就看见他在屋里边坐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你回来了。然后接下来的举动让我疯狂，怎么样呢？拿着一个不知道从哪拿了一个大袋子，把我所有的日用品，包括我的外衣，包括我的鞋子，那个时候我的衣服已经换下来了，只给我留了一身病号服在身上穿着，就把我的所有东西全给我划了，装一个袋里，然后系上之后拎走了。您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边啊，应该是在11期间，这整个病区没有几个人，因为放假期间，一个病房4张床就我自己。他走了，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个时候还不能使用手机点餐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，钱什么都带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也喝不了水，也吃不了饭，饿了1天多呀，就是没有饭，也不管我。后来我大舅哥第2天去看我，救了我，给我扔下了现金，然后您知道吗？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来医院，直到我出院的时候，才把衣服给我送过来啊。因为他那个时候颅骨骨折住院的时候，第一次出院了，医生说没有问题了，然后让我们到家附近的医院换药就行了。结果换药的时候发现伤口没愈合，他又是属于2次住院，知道吗？这个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晰了，啊，听懂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他心里就这么想的，你的命你都不要，我还替你要什么命啊？其实吧，对吧？既然这个谈起来说起来了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，我很多，对，还有很多。你再举一个例子。我给您举个例子啊。现在我不是从事网约车行业嘛，您也知道，网约车是一个司机他每天行走的路上是一个高强度的工作，需要高度集中。有一天早晨，就因为做好饭了，让我去叫我姑娘起床，然后我去看我姑娘还在睡得挺香，我就说等一会儿再叫吧，我就没有叫。后来做好饭之后一看啊，饭好了，姑娘还没上桌，开始一顿发火，盘子碗都摔了。那我就当时也肯定火就上来了，非常生气啊。我觉得不至于啊。吗？我每天早上我要在上班之前把饭给你们做好，我要把这些东西还要处理好。因为这个事情就摔了，不只是摔了啊，发完火之后我就赌气冒烟的出去了。出去之后就跟一个电动车就发生碰撞，所幸就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只是一点小刮蹭。但是呢，我想就是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因为你自己心情不好，当时没有观察到位，跟你生气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好，有关系，肯定有。这是一个。另外还有，他从来就是说不照顾你的感受，不顾及你的情感。举个例子说说我听听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次啊，在我岳母家，我要出远门，要出差，因为我们要开车走吧，很多亲人来就是送我，因为当时是农村嘛，亲人都在这一个屋里边围着我们在这个叙着家常，然后我看见我的行李里边啊有生鸡蛋，还有都那个熟鸡蛋，我说这个生鸡蛋啊路途这么远，咱别碰碎了，我说要不咱别带了，是吧？就这么一句话，他是把生鸡蛋拿出去了，啪摔地下了，哎呦！然后接下来上去哐给我两个耳光。谁给谁了？我爱人给我。对，因为当时我们刚对什么对啊？打人对吗？老师，我是打他了。不是你是打他，你认错啊？他说的是对的。然后他当时他当时走的时候我心情也不好嘛，小孩还要小，然后我还要工作。我工作的时候需要我妈带小孩，然后那个方向跟我单位的方向是相反的。那个时候我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，我就感觉我心里很委屈，很无助。然后他又要走，我给他准备的东西他又不要。然后他特别爱吃鸡蛋，我就想着他把熟的吃完了，生的到地儿他可以第一时间做了吃嘛。然后他不领情。当时我就觉得在亲戚面前非常的没有面子。不止在亲戚面前，在朋友面前也是。有一次我
很多的知心好友来家里边吃饭，我们在一起坐在一起嘛，喝的正嗨的时候，正高兴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就是没有任何征兆。当时那个场景把我们当时所有的人都已经惊呆了。他就从后边不知道从哪儿过来的，直接把我们桌子从下边掀翻了。掀完之后，一个转身潇洒的离开了。当时我们几个人一桌坐着7、8个人啊。那是没有征兆吗？那只是这次吃饭没有征兆。你是就这一次吃饭我掀桌子，那是我错，我可以跟你道歉，跟所有的朋友面前道歉。也就是说你掀了不止一次是吧？不，我掀的是一次，他吃饭不止一次，他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主持人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经常呢会叫朋友来家里吃饭，我每次都是我要买菜做饭，然后我要收拾残局，他们喝完了之后那些残局都要我来处理的。第二天我还要上班呀，我也很辛苦的。是的，我意思我说你们就早一点收嘛，然后我暗示他，他也不听。你从来没想过跟他离婚吗？没有。这日子能过得下去吗？我觉得就是他刚才讲那几件事儿没有夸大其词吧？没有。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说宁可愿意自己花25块钱。在外面喝一杯冰红茶，不愿意回家了。那我现在充分理解了啊，我理解了，没有夸大其词哈，没有，都是事实哈，事实。现实生活里你就是这样哈。对。你觉得你欺负他了吗？欺负。你看他认，他什么道理都明白，他知道他控制不住，是吧？你觉得你的脾气性格，如果换另外一个男人，你们还能熬过这么26年吗？熬不过。你是不是特别爱他？对。后悔嫁给他吗？没有。后悔娶他吗？有一点。我就问你，就是让你坚持下来这段婚姻的动力是什么？因为我想啊，不能只看人的缺点啊，毕竟人还有优点嘛。所以他的优点是？他优点就是顾家啊，家里给你收拾的井井有条啊，把孩子照顾得非常好啊。当然这些我都没参与过啊。还有那个孝敬老人啊。另外包括对我照顾的，我觉得也比较好，就是从我的穿戴，包括我所有的衣服可以说吧，我自己没有买过啊。我不知道我穿多大号衣服，我就觉得还可以。还能过得去，所以其实你离开了他，你也活不下去嘛。这个问题倒没有想过，就废了你嘛，一个女人把你给废了嘛。就是他当着你那么多朋友的面掀桌子的时候，你能告诉我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要反击？没有。有没有站起来问他为什么？没有。为什么不？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，这个女人啊，在家里边你是跟她讲不出道理的，是争辩不出黑白的啊。当他当着你丈母娘的面叭叭2个耳光子撸上来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没面子。说他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对他所有的激烈行为的反击就是无语是吧？我会在事情过后会找机会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。有用吗？似乎是没用。离婚能解决问题吗？我觉得，如果说在我目前的考虑当中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解决的。因为我姑娘24了嘛，她毕竟24，我觉得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啊，应该结婚或者是谈对象是吧？但是我姑娘24了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一个男朋友没有谈过啊。那么我有一天跟我姑娘就聊了一次，她跟我说呀，她说爸。从小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就是在你们俩争吵的环境当中成长，可以说我不评价你们俩谁对谁错啊，但是跟您说实话，我对婚姻、对家庭、对我的另一半已经没有信心了，我不想去赌，所以说，我宁愿做一个单身主义，我不想结婚了。如果我们俩分开的话，最起码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没有了一个争吵的环境，那么孩子现在已经大了，对吧？可以自由发展，也不用考虑那么多了。你当爹的，爹最疼女儿啊，你觉得你女儿找一个理想的女婿是个什么样的呀？我觉得，首先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、懂礼貌的这样的一个高大帅气的一个男孩啊。
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啊。哎，我最后我们交流一下，就是让老师跟你们聊天了啊。换一个角度，你老想引起我的重视，我不愿意搭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但是你就想引起我的重视。啊，我会做一些反人类的。好，接下来我再问的具体一点，您闺女儿找了一个男生，特别包容您闺女儿，但是当您闺女儿怒气冲冲想跟他论理的时候，这个男生总是一言不发，默默无语，带着怨恨的盯着她。等她宣泄完了所有的情绪之后，过了1、2天，这个男生说：“哎，你那天很反人类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怎么可以摔盘子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这个事儿做得很没有道理。这个女婿你要吗？那不就是我的影像吗？你还知道啊？你一直在激怒他，你一直在惹怒他，你觉得那叫温文尔雅。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，这个东西对人的伤害非常的大。来吧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，看看怎么办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保牛，在这个家，在妻子眼里，一切要你说了算，你一切是为了她好。但事实呢，赵传老师说的对，一个丈夫连家都不愿回，是变心了呢，还是他畏惧？你也知道，妻子内心是热的，但是为什么你们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呢？其实那一次离婚对你们来说是一次解脱，但是既然选择了复婚，我们就经营好婚姻。女儿不要认为24岁小，她在潜移默化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对恋爱、对人生的看法，真的很可怕的。所以你们2个人真的为了女儿好，还真希望你们挑战一下自己，尝试一下改变自己。最后一句话，我们对孩子最好的影响、最好的引导，那就是夫妻恩爱。让孩子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他对人生、对自己今后的婚姻会充满希望。谢谢。何老师，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，如果我在那你真的是关心老婆吗？我感觉是。我觉得其实你并不在乎我说的那3样东西：家庭、女儿和妻子，你一定不认同。我告诉你我的理由是，你连自己都不在乎，你怎么在乎他们呢？你颅骨骨折多大的手术啊？你还出去吃饭呢？你心梗，你还要抽烟？那这2件事情谁最着急？
你老婆。情绪意味着需求，他这么多年的需求是什么？你有体谅过吗？一个暴躁的妻子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不体贴的丈夫，那就是你。他脾气越暴躁，越说明什么？内心恐惧啊，内心感到无力啊，没有安全感啊。你在丈夫这个角色上你是失位的，别以为你挣那几个钱儿，特别生气吧。但是有时候你看，你说我欺负他，是我欺负他，哎，你谈到这两个字是很温馨的，但实则呢，你这是很压抑，好像你出了气，但每一次你也知道自己过分了，你心中也有不忍，但为什么每次还是忍不住呢？是因为你太爱了，是因为你太把这个男人看重了，他就是你的一切，他就是你的天，你没有自己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一举一动都能牵挂你所有的生活节奏、所有的情绪，那你太失败了。你在哪里？如果你要找到自己的话，你就能够去缓慰自己的情绪。当你活好了自己的时候，他的一些举动就不是那么令你生气了。因为什么？他不是在你心里是全部啊，对不对？多照看自己吧，多去想想，其实他也蛮不错。但是呢，他是不懂你，你多跟他聊啊。你多用一种方法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缓解，而不是发脾气，要正确的疏导自己的情绪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，李娜老师。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是什么样的家庭会让一个24岁的女孩觉得我不想结婚，不想跟你们一样？日常生活里头不沟通，长期的忽略，才使一个女人积压了那么多的怨气、怒气。而当他爆发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揪着他的这个缺点，告诉所有人，看看看，他是疯子。而你的妻子也真的因为自己在人前的失控，自己给自己钉上了疯子的标签。你也就可以接下来更以此为理由，堂而皇之的不回家，忽略他。如果吵架，全是他的错。他爱你，但你不爱他，你只是享受他给你生活提供的便利。你在他每一次发火发疯之后，你会给他一点甜蜜的补偿，但是代价太大了，是他牺牲了个人形象，牺牲了情绪，牺牲了自己可能在女儿面前维持的岁月静好，牺牲了自己的梦想之后，才得到的一点点补偿。你日常里头哪怕能够在老婆做饭的时候过去给她捏个肩，能够在你老婆可能做了一顿菜好吃的时候，或者不好吃，你也说老婆做的我最爱，能让她心里觉得甜，她也都不会发疯。一桌吃饭掀了你的桌子，就像妻子说，那不是一次啊，那不是一次，不是指那不是一次你的朋友聚会，而是不是一次他告诉你你们的这种聚会给他带来的麻烦，也不是一次你和朋友聚会完由他来打扫满地狼藉，第二天起不了床，不是一次啊，忍无可忍，直到他觉得我无需再忍了，我掀翻了。他每一次爆发的那一刻，是他真的做了决定，说我就把这个日子往死里弄了。但是你每一次后来又把他拉住了，你后来把他哄好了，才使这个女人一直留在你身边。看上去仿佛你在被虐，但其实是她长期在被凌迟。一点一点的用小刀子割，一点一点的割到这个女人到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而且真的反思，可能都是我错了。每一个人来决定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，你能忍受什么，他人就怎么对待你。假如你不能忍受那2耳光，在第一次的时候就直接走了，也没有后续了，你能忍受，你能承受，你在纵容。因为我的丈夫吃发疯这一套，所以我就用发疯对付他，最简单。另外我还想要讲的是，如果24岁的他不想结婚，不想恋爱，暂时你们不用去做思想工作，随他，缘分没来而已。强行的去跟他沟通，逼他去反思婚姻里头你们的婚姻对他带来了多少伤害，逼他去理清，没必要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晚结婚的，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讲缘分的，咱不着急，随他。至于你们2个如果有爱就在一块儿，如果你没有那么爱你的妻子，别再享受你妻子提供的那些便利了。
我知道姐姐很爱你，超级爱，连说爱的时候，她都是立刻毫不掩饰地说出爱的。但是你，答案挺让人心寒的。唉，就希望以后你孤家寡人的时候，再次心梗，旁边有人能救您。哈，谢谢米娜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没啥好说的，性格使然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不能放大。我们要放大说，在一个婚姻当中，妻子的脾气有多暴躁，就是男人有多么冷漠。这话站在说他的角度是绝对真理，没错的。但是要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说，这话有瑕疵，确实他的性格有问题。其实挺可怕在哪儿？就是您做人是没有底线的。做一个调查，毫无缘由，就因为这个鸡蛋这个事儿，你老婆打你2个耳光，你会怎么做？国峰兄，如果发生这一幕，我的性格立马离婚。徐总，我得跟他吵啊！你看，这是他的处理方法。我跟国峰兄大概一样，我会转头就走。这是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，就是你的底线，造就了他肆意妄为的脾气。就他本身的个性是这样的性格，但是为什么这个性格被放大了？是因为你是没有底线的。亲密关系当中没有底线才是最可怕的。其实都不要考虑那24岁的闺女了，她不是11、12岁，她不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，她的人格、她的心智已经基本建立完成了。你们不用为此而操心，你们就操心你们俩。问一个问题：跟他生活在一起还快乐吗？如果不快乐就走开。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，快乐吗？如果不快乐就走开。这关系其实我觉得非常快乐，一点都不痛苦。一个可以随时拿出来当我撒气筒的男人在我的身边，一个随时我可以调动他的情绪，但是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无微不至的伺候我的女人在我身边，怎么会不快乐？对吧？尊重吧，彼此尊重，过不过你们自己定啊。让我们进入192，就要爱，真情60秒。老婆，我可能真的错了，我也意识到我做的有些地方很过分，我也理解你为这个家庭的付出，为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希望。如果您的脾气能再改一改的话，我们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再继续走下去吧，好吗？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我在你心里边就这么的不堪。我为你、为你爸妈、为这个家、为孩子所有的付出，在你眼里是一文不值的。又较真儿了不是？人家是已经说了什么都好，就脾气改一点。您看你又较真儿了不是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气死我了！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哎呀，看好吗？这脾气哦。确实，但是2个人既然已经选择了复婚，我想至少是认为自己有一些改变，或者能够改变。我还是看好他们的双出。文老师，双出，他们肯定分不了，都离过嘛，还生活在一起。双出，嘴硬心软。来吧，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哎呀，手拉着手那么难吗？
真是，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了解下一个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在一起的1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付出了很多，但他好像看不见一样，总是揪着我的缺点不放。我只是想安稳一些，有什么错？这些都是他的借口，他根本就是打心眼里看不起我。这么久以来，我感觉一直都在被他支配着，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。在这段感情里，我们2个人的关系极度的不平等，而且他对未来毫无规划。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段感情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张24岁，来自北京学生；女嘉宾小宋21岁，来自北京学生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俩是差不多去年那会儿是因为骑摩托车认识的。然后那会儿就加了微信聊了一段时间。然后聊了差不多才10来天吧，也就估计都不到，他就跟我表白了。我说那个，咱俩再接触接触。我也不是说不喜欢你，我就是说觉得时间太短了，都不了解彼此吧。然后他就直接就不理我了。后来又过了1个多月，然后他又给我发微信，那会儿是去他骑摩托车去淄博玩，觉得挺好玩的，然后又开始给我分享。差不多又暧昧了1个多月吧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了2周，我俩就去一趟青岛旅了趟游。我俩还是学摄影的，他当时背了4个镜头，1个相机，说要给我拍照，说拍拍风景什么的。结果他从上了高铁那一刻，他就开始掏出他那个手机看小说，没日没夜的看了1000多张4天，相机拿过去也没给我拍照片我一开始他拒绝我，我就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吧，比较信奉那个一见钟情，因为我觉得俩人喜欢就是喜欢，然后不会因为我再跟你接触多久，我从不喜欢变成喜欢你。然后他也没有明确的拒绝我，也没有明确的接受，那我觉得那就这样呗。然后后来呢，是因为我跟我朋友他们出去玩，然后呢去了淄博嘛，然后路上我们就聊这个事儿。我朋友也跟我说，你们也算是有缘，因为在一个学校，然后呢家离得还挺近，还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然后我说，那我就要不跟他做个朋友，就是哪怕走不到一起嘛。然后后来呢就又找他联系了，然后联系着，可能发现可能也有点误会，也。那不是你身边那个女同学给你就是跟他煽风点火的，说我吊着他。然后拿他手机给我发那种短信，说咱俩不太合适啊，怎么着，还是当朋友吧比较好。然后才因为这个跟我就不搭理我了。但是当初主要是他接受又不接受，拒绝又不拒绝，这个我说的就是再相处几天，我觉得时间太短了呀。但是我也没拒绝你啊。多久是长啊？10天长吗？10天就在一起吗？我觉得2个人就情投意合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行，挺好。所以我说我就愿意听他们在台上就让他们直接说最有意思。咱往后来聊吧。这个去了趟青岛，对，说是陪你玩，结果自己看了4天小说对，1000多章那你这个怎么解释啊？因为当时还没说不让看，然后我觉得你去干嘛去了呀？我陪他开心啊，因为他玩开心吗？当时看他挺开心的。他能开心吗？她跟男朋友出去，男朋友不理她，在看小说，你觉得她能开心吗，小子？
我陪着他那样一直。啊，好。然后呢，拍照片我给他拍了几张啊，不是没拍，主要是我觉得景色不好看，然后就不拍了。他老那个想干嘛就干嘛，想一出是一出。就前段时间正好也是周年约会，我提前就跟他说了，那1周年谁不出去吃个饭、看个电影什么的呀？我早上起来我就化妆，我他化完了，我说咱俩过去吧。他说他想再睡2小时，就不去了。当时是因为头天晚上，那个我工作加班也挺晚的，挺累的。然后第2天早上呢，我10点就起来就问他，结果呢最后拖到12点，我真是，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。你10点起的还早吗？可是我在加班啊，我很累啊。那可是我提前就跟你说了呀，那1周年就那么1天。那你早点起画一下。不行吗？早点画一下，咱有更多时间干别的呀。干啥呀？我不就吃个饭、看个电影吗？主要你一下拖到中午，这2个小时你就等不了了。这是你不是你这属于半放我鸽子了呀？那然后你就全放我鸽子了呗？我半放你就把我全放了呗？2个人都不高兴，那我觉得也没必要再去了。你跟女生谈恋爱，让你等2个小时不能等啊？你是谁呀？主要很累呀，关键是当时。谁不累啊？你很累，你谈什么恋爱呢？你在这儿，你很累，你回家睡觉不好吗？你自己人待着不好吗？这男孩极其爱计较，我发现从上场到现在。行，咱说说你们的共同爱好，摩托车吧。一开始我就骑摩托车一块认识，也挺好。我俩也是一个专业的，我觉得挺巧的吧。啥专业？摄影吗？对，学的影视。然后后来。他现在是大3，不是要实习了吗？他天天出去玩我俩宿舍离得特别近，然后就2、3天不见面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就我不找他，他又不找我，我得跟他说了，我说我想见你了，你回来吧，他才回来。我不跟他说，他就不知道回来。有的时候我也回去。你回来那是找我来了吗？就是找你啊。然后他换车换得太频繁了在一起1年，平均2、3个月换一辆。哎呦，你换一辆车亏1万多块钱。我觉得。都作为大学生，这个钱说实话有点支付不了。那是我上学的时候兼职挣的钱啊，对吗？那咱俩在一块儿，你花这么大的钱，你不应该商量一下吗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同意了，关键是。因为我不同意，你们就每天都跟我说，你每天都要磨我不得不同意。说白了就是我同意了，你去买，我不高兴，但是我要不同意呢，你又不高兴。那我不能说跟你僵着吧？但是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也不会去买呀。主要还是你同意了。那不因为你天天说吗？回来了啊，俩小孩吵架。行，咱再说其他的。然后那个还是车的事儿啊，还是车，你看。对，他把那个车借他朋友骑了。然后他朋友在那个路上是应急车道被拍了6分。我当时我是去消分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有这么一条，我知道不是他骑的，所以我跟他说，我说那个你让你朋友去把这个罚款给交了。他说行。完了一会儿给我发一张截图过来，跟他朋友说那个消分的事儿。他这么说，他说那个我女朋友查聊天记录，发现这车是你骑的，你扣的分儿，那就你把这个分消了呗。我就觉得他是把这个责任就往我头上推呢，你这么说有必要吗？我肯定得跟他说清楚啊，因为他那个扣分的时候和那个我们要去消分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年了，然后我得告诉人家，就是为什么你去消这个分，因为那个我女朋友那天去消分看见，然后呢发现有分之后，然后查了一下是那天你在骑，我就跟人说清楚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那他后来不就是因为这件事在那个吃饭聚会的时候，他那朋友就阴阳我说我是侦探，后来我跟他那个朋友现在也是。出去玩的话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那种，我就觉得不至于，你就直接说把分消了不得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觉得他现在不太上进，就是也挺不重视我俩之间的那个对未来的规划关系吧。就是之前也是说好了，说那个过年他也是发年终奖，来提着点东西，说来看看我爸妈。哦，这么早？你俩现在在一起多久，宝贝？1年。1年整了是吗？差不多。你1年了，你就想带他去见父母啊？行，咱就听听怎么见的。就我是先见过他父母了已经，因为我觉得关系也感情也还挺稳定的。但是那会儿让他来，他就没来啊。说好了，我爸妈也等着他了，就也没上门。为啥？那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母亲吧，就有点看不起我那意思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他母亲看不起你的意思？都没见过。就是，哎呀，从话里话外能感觉到。
然后后来有一次，就是不是说去他家嘛，然后我就想买点什么东西，然后跟他商量嘛，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也嚷嚷了一下，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就说秃噜嘴了，他说他妈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，然后他去了，说是什么，为了堵他妈的嘴，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实话真挺生气的。那本来我也没有说真的想去啊，那就是因为我妈天天都在说，觉得这个其实我妈对他吧，她对他这个人觉得挺好的，但是家庭条件可能一般点儿，然后说他有个同事的儿子条件还不错，说让我去聊聊。我一开始没搭理我妈这茬儿。你妈都没见过他，怎么知道他这人还挺好的？之前我爸是开车接我放学啊，我俩是一个学校的，顺路捎上了，我俩家离得也近，然后在车上聊会儿天什么的。我爸觉得，我爸也知道他家庭条件一般。就是说我爸的意思是说走一步看一步，但是我妈就不同意，说让我去聊聊那个人，但是我一开始没同意，后来我也嫌烦，所以就，我就说那就加吧，你加了也没怎么聊天，可能约了一块儿吃个饭，就让我妈知道我俩见过面了，还行吧，就让她以后别再说了那意思。那你因为这个事儿不来，那我爸妈等着你呢，本来就对你不是很满意。但这我怎么去？我当时我觉得我没法去啊！我觉得这个事太让我愤怒了。哎，他说我不上进，我现在因为刚实习嘛，挣的确是少，这个我承认。我俩学的一个专业嘛，干的工作也都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干过一个就是类似于外包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活嘛。然后呢，我带着他一块儿去的。然后他当初那个途中呢，我们正干着活呢，中午，然后吃完饭，然后接着干，他买咖啡去了。他买咖啡其实也无所谓，但是他主要不跟人说，不跟人那个主办方说，直接就消失了人。然后人家问人去哪儿了呀？这上着班你怎么能走啊？我有啥可说的呀？那本来就是我午饭时间，我回到工作的岗位上，那个顺路我买了杯咖啡，然后人家说现在买的人多，让我等一会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过了10来分钟我又下来拿来了，人家看见不乐意了，说我工作态度不认真。完了，你那朋友第2回又给你介绍一个那个出去拍的那个工作，是。然后他说没时间，然后就说那让你女朋友去呗。我说行，那就我去。他朋友也同意，他也同意，就说我工作态度不认真，那老板不乐意了，说这女孩上回怎么着，然后这回就还是让那个男孩来吧，就还是他去了。我就不想让他去，我就觉得你说人家都那么说我了，你还去上赶着给人家干活，那你这不是委屈我呢吗？不是你出社会。进入社会，你哪能不受委屈啊？我拦一句啊，你们俩今天来到底要干嘛？这不是就想看好他吗？想看好他什么呀？有潜力。是潜力在哪儿呢？想让老师帮助你们什么？改得了那就接着在一块儿，改不了那就拉倒呗。谁改？他改什么？要求明确、清晰。上进点儿。啊，上进点。还有吗？就是上进点，别太贪玩了。你给个客观标准。客观，我觉得每个月他自己怎么着得存个3000块钱吧。那他得挣多少钱呀？挣6000不就能存3000吗？啊！你少花点在摩托车上，不就那哪行啊？我让他做选择啊。摩托车和女朋友只能选一个，选女朋友。确定吗？确定，因为摩托车是肯定吗？肯定。好了，把摩托车借了吧，回去就卖了吧，挣3000块钱就够了，不用养摩托车了。算上进吗？不算。那怎么算上进呢？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在他上不上进吗？你们的问题在哪儿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，小孩啊，对呀，2个人是因为骑摩托车骑在一起的，结果现在摩托车也骑不到一起了，恋爱也谈不到一起了，想法也想不到一起了。曹川老师其实告诉你们了，你们2个人并不是男生不上进的问题。是你们的爱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你们2个人很显然，谁都想去支配谁。爱情
不是一个人去支配另一个人。当然，看一个人爱不爱一个人，就要去看他是不是总向支配的。你们都想互相支配，但是都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很简单，两个都是摩托车手，干脆利落，熄火，停当，分手。谢谢。谢谢王红兄。王老师，分手吧，没有别的话想说，就是为什么跟你说分手？他想一出是一出，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并不负责任的人，他对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负责任，对自己当下的状态不负责任，且不满，就是他会自己给自己就是幻想，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安全区，这个安全区是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他能力的懈怠，还有这个社会的禁忌差异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他跟你不是一路人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敏感且自私。为什么说他敏感呢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他很就是如果你做了什么事让他不舒服，他一定会还到你身上来。他第一次追你，你拒绝他，他已经对你下头的情况之下，他居然回来找你，你还理了他，说明你的套路和技巧跟人家不在一个赛级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像个什么？你现在有陪伴价值，有情绪价值，也许未来你还有物质价值，你的价值摆在这儿，他的价值在哪里？我只说你们俩这一段情感关系中，我对你本人没有任何意见啊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图什么呢？分手吧，没有别的话说。谢谢魏老师。曲总，男生不是坚称啊，说真正爱情是一见钟情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也是你奉承的，为什么他给你拒绝了，你还要再去找他呢？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家离得也挺近，然后也挺有缘分，就当个朋友呗。然后呢，主要我们俩还在一个学校，我们学校有工作室之类的，有工作的话还能一起，工作。所以就是当时就想，如果走不到一起，就当个朋友。对呀，所以其实我并不感觉你对这个女生有多么的浓烈的爱意，你只是觉得这个女生很合适，啊，我们在一个学校，然后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拉近关系而已。所以后面的表现就符合你的想法。你们一起去青岛旅游，你却整天就在看你的书，你压根儿没有跟她在一起。所谓在一起，你们的情感没有在一起。女生也说了，她不找你，你不找她的，所以你对她真正不是一种爱啊。如果你爱的话，你情不自禁的想去了解她，想去讨好她，想去和她在一起互动。恋爱得谈呢，你没有太多的沟通，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冲突，导致你们分也分不开，是在一起也过不好。就每天你们谈资是什么？谈资就是这个你错了，那个是你错了。在一起可能是争吵比快乐更多一些，但是彼此又分不开，很奇怪哦。所以这段感情真的是一段爱情吗？我跟两位老师的意见一样，赶紧分开吧。谢谢曲总。领导老师，为什么大学期间非得见家长，非得谈婚论嫁呢？就仿佛好像我们毕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，我们就成个家，是吧？也不是，可能觉得还是觉得。哎，大学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吗？谈恋爱不是也应该自己悄悄进行吗？为什么大张旗鼓？我就不说你的那一些多余的什么爱好了，自己没钱还在那里一个月搞那么多次倒摩托，越倒越穷啊，小伙子。居然你还说在他身上你觉得他是潜力股是吧？刚刚你说的时候你都还自己忍不住笑了，我记得。说服不了自己个儿吧，姑娘。但是你也觉得奇怪，这男孩不咋地，我怎么对他就这么上头？他追我的时候我都没想答应，但我怎么就对他这么上头？纳闷过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上来这小子先追你，你没答应，他玩消失。消失了以后你怅然了，哎，我的追求者呢？我还为此有一点伤心。这是什么？我把你撩了一下了以后我走了，你扭头看的时候我不在，然后他又出现了接着撩，这不就常用的推拉技术吗？把你推开再把你拉回来，就包括接下来的推拉。你说我们要去旅行，他说好的，
你说我想拍照，一个镜头就够了，不，我要带3、4个，要把你拍得美美的，近焦、远焦都要弄。到了以后1张都不拍，先把你期待值调到最大，然后却在那一天的时候让你调到冰点，你开始思考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不美吗？于是你开始对他越来越上头。他约你出去，你想我一定要漂漂亮亮的，今天不能让男朋友失望，我也一定要让自己好看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劲。男朋友告诉你不去了，哦，又被推走了，你就这样被搞上头的。他就是一平凡的小子，啥都没有。你好歹还有一个要存钱、要踏实本分、好好工作的心。你好歹还有一个不奢侈浪费、不给父母添麻烦的心。你是好孩子，他不是，分。给2个小朋友弄懵了，啊！但凡这个大学里面谈恋爱的，我一般都不愿意怎么问，就是我知道就是那个特别青涩的人生阶段，你们就是特别青涩那个阶段，所以你想谈你就接着跟他谈。男生做事专注一点，做事专注一点，谈恋爱也专注一点。啊，我知道这么年轻的世界是很大的，有恋爱，有摩托，有摄影，有朋友，对吧？对。你在一个更大的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要想清楚，恋爱到底在这个世界里面占多少？怎么去对待恋爱当中的女朋友？你该承担什么？承担你该承担的。我是觉得离分手就不远了嘛，因为很快。所以我也不是特别主张说你们现在就强力的分开，但是结局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男生对你没有那么喜欢，就如果说谁更喜欢多一些的话，女生喜欢男生更多一些。就是今天其实核心问题特别简单，女生有对现实生活的需求，而男生都没有关照到他在恋爱当中他想要的情绪价值，你任何都提供不到，所以他现在说你不上进，还想有未来，对吧？想得早了一点，先把恋爱谈好，先了解这个人吧，更多的了解他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做的可能也不太好，没有过多去想你的感受吧。的确有时候有点想一出是一出，这的确是我的问题，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多理解一下我吧。对于挺累的这个感受，上班的时候，我觉得2个人还是要多迁就和包容对方吧，才能走得更远。你的优点就是你有多少给我多少，这个我承认，但是在其他方面很少，所以我说出来，再看看吧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加油吧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鱼 APP、天津 M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，波红兄，很显然，男生爱女生没有他爱自己这么多。另外，年纪虽然小，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已经显现出来了。所以我认为男生会出来，女生不会出来，还不成熟。文老师，哎，我刚刚就是那个真情60秒，男人说的话我太下头了。就是你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要去对那个女生说，我希望你以后能多理解我一点。怎么没理解你啊？全世界都得理解你。我说这个女孩，但凡我说你还长点脑吧，就是如果脑子里全都不是那种恋爱的水分的话，我就别出来，听着没？别出来啊，千万别。徐总，男不出，女出。哟，不是事实，有可能第3次上演啊，第2次上演。哦，就是推拉是吗？哦，米娜老师，很有可能，从技术上这样操作倒还是可能的，能想象。行吧。但是事实上，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一次会出来。他会在这个关键时候表现一下，你看，就像我把兜里的钢镚都给你了一样。
来，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选择的。来，请开门。来，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选择的。来，请开门。哎，你说点什么？可能跟主持人老师说的一样吧，还是因为一点也不成熟，再加上年轻，其实我原来一直不承认自己不懂事、不懂这些之类的，但是后来听了主持人老师还有在座各位嘉宾老师的话，我觉得的确是还是什么都不懂。不是你这不需要懂，就他没出来，你心痛吗？肯定。你失望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追呢？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吧。哎，行吧，谢谢你，请回。马上开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